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阴气最重、孤魂野鬼最多的中原普渡，负责镇守全场的不是温柔慈悲的佛菩萨，而是一尊面目狰狞的鬼王大士爷？农历7月半的普渡法会上，大家都在虔诚拜拜，但你抬头看过最前面那尊青面獠牙、嘴里吐火的纸扎神像吗？10个人有9个第一次看到，都会脱口而出：这不就是鬼吗？很多人以为所谓的慈悲就是永远温柔、和颜悦色，但就像我们在社会上走跳，面对那些贪得无厌、讲不听的人，你再怎么温柔劝导，最后吃亏的往往是自己。阴间也是一样，面对成千上万带着怨气与贪念的好兄弟，光靠温柔的慈悲，真的压得住阵脚吗？其实大士爷头顶上的观世音菩萨，正透露着一个颠覆我们认知的秘密。看完这支影片，不仅能让你明白普渡真正的意义，还会教你如何用最威猛的力量来守护自己的善良。学会这招，你不只能化解生活中的烂人烂事，更能接引到意想不到的大福报。强烈建议大家现在就把这支影片按赞收藏起来，当作你每年农历7月的护身平安符。下次参加普渡法会前，拿出来复习一遍，保证你的每一次祈福与发心都能转化为真实的福报。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也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在留言区留下一句善言，和大家一起汇聚正能量。要弄懂大士爷与观世音菩萨的结合，得先搞清楚普渡到底在干嘛。普渡本来就是广施无主孤魂，你想想看，家里请10个亲友叫和气生财，但来的若是成千上万的阴界大军，场面就完全不同了。拿台湾大庙发平安米打个比方，庙方大慈大悲，但人一多，场面就容易失控，脾气暴得推挤，贪心的想多拿。一个80岁的老阿嬷被年轻人一挤，差点跌倒受伤。这时派温柔小姐亲身劝导，根本没人听，善意瞬间会变成灾难。这时庙方一定会请出面恶心善的纠察队长，大嗓门一吼，谁再推挤就别拿。所有人怕了，才会乖乖排队，阴间跟阳间一模一样。如果没有神明主持大局，那些好兄弟绝对会抢成一团，大欺小。微弱的孤魂就像那老阿嬷，没规矩就永远吃不到东西。所以普渡必须有大士爷，他往台前一站，就像铁腕纠察队长，明白告诉好兄弟，众生都有份，但不准抢，不准欺负弱小，要正鬼必须让鬼敬畏。大士爷的威猛是最坚固的防护罩，保护弱小亡魂吃饱，也保佑杨家子弟平安。极致的慈悲往往需要最威猛的力量来守护。讲完规矩，我们来解开谜团。印象中的观音菩萨总是温柔慈悲，可是今天镇守普渡的大士爷，明明是菩萨化身，为什么偏偏要变脸，变成比鬼还恐怖的鬼王？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他们心里有一个很大的迷失，以为所谓的慈悲就是永远温柔，永远好声好气，永远不会生气。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跟各位讲一句真话，如果慈悲只能是温柔的，那叫烂好人，那不是真慈悲。易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一阴一阳之谓道，有柔就必须有刚。今天我们在社会上走跳，如果你面对的是明理的人，听得懂人话的人，你当然可以用柔和的方式劝导他。但是
如果你面对的是已经陷入极度贪心、脾气暴躁，甚至连一句善言都听不进去的众生呢？你再怎么温柔，他理你吗？为了让大家听得懂，我们来讲一个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去医院急诊室可能都见过的情境。假设今天急诊室里送来一位60多岁的老伯伯，我们叫他老陈。老陈因为突发性的心肌梗塞被救护车紧急送进来，医生好不容易把他从鬼门关前拉回来，千叮咛万交代，绝对不能下床，情绪不能激动，要随时观察心跳血压。结果老陈脾气很硬啊，他在病床上躺了2个小时，觉得胸口不痛了，就吵着要下床去外面抽烟。这时候一个刚刚毕业、讲话轻声细语的年轻护理师赶快跑过来，好声好气地劝他不能起来，下床会有生命危险。你觉得老陈听得进去吗？他根本不甩这个年轻护理师，他一把推开护理师的手，大声嚷嚷说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以前一天抽2包烟都没事。护理师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拼命挡着他，但老陈就是执意要拔掉身上的管子下床。这眼看着老陈可能只要一用力，心脏血管马上又会塞住，连命都没了。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急诊室的主任医师，一个满头白发、脾气出名暴躁的老医师，听到外面的吵闹声，大步走了过来。老主任一看到老陈在拔管子，二话不说，走上前去重重地拍了桌子，扯开嗓门破口大骂，警告老陈现在下床，走到门口就会倒下去，到时候神仙都救不回他，命令他立刻躺好。老陈本来还想发飙，结果被这老主任雷霆万钧的气势一下，整个人愣住了。他看着老主任那张凶狠的脸，突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老陈吞了口口水，乖乖地躺回床上，一句话都不敢再说了。各位朋友，你看出门到了吗？那个温柔的年轻护理师出发点是不是慈悲？是啊，可是他的慈悲没有力量，救不了已经固执到极点的老陈。而那个破口大骂、面目狰狞的老主任呢，他看起来很凶，讲话很难听，但请问是谁真正把老陈的命给救下来的？是老主任。他的愤怒，他的雷霆手段，才是那个当下最极致、最真实的菩萨心肠。这就是大师爷头顶上那尊观世音菩萨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佛教里常说，菩萨为了救度众生，有慈悲相，也有威猛相。面对阴间那些充满怨气、执念极深、随时准备作乱的好兄弟，观世音菩萨如果只是端坐在莲花上微微笑，那些恶鬼是会欺负菩萨的。所以为了镇住全场，为了让这场普渡能顺利进行，让每个亡魂都能吃到东西，菩萨必须化身为最凶狠的鬼王。大师爷长得恐怖，不是因为他邪恶，而是因为他要救人。真正的大慈悲不一定永远待在清净庄严的庙堂里，众生在哪里受苦，菩萨就往哪里去。众生如果是个冥顽不灵的恶鬼，菩萨就必须现出鬼王的法相，才能用鬼听得懂的方式来度化鬼。所以下一次普渡，你再看到大师爷，不要只盯着他那张可怕的脸，你要往上看，看到那尊观音，你就会明白，真正的慈悲有时候会紧紧抱住你，但有时候也会用力打醒你，把你从悬崖边给硬拉回来。讲到大师爷，在佛教的典故里面就一定会讲到面燃大士与放焰口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农历7月要拜拜，要普渡，
但是很少人知道为什么要准备那么多食物。这其实要推回到佛陀还在世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佛陀的大弟子阿难尊者正在安静地禅坐修行，突然之间，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鬼。这个鬼骨瘦如柴，肚子大得像一个大鼓，可是他的喉咙却细得像一根针。最可怕的是，他的嘴里还不断地往外喷着火。这个鬼名字就叫面燃恶鬼。他对阿难尊者说：你不要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你3天之后寿命就到了，你死后也会跟我一样堕入恶鬼道。阿难一听吓坏了，赶紧跑去求救佛陀。佛陀就告诉他，要化解这个劫难，你必须在明天准备无量无边的食物，去布施给那些千千万万的恶鬼，还要为他们念咒法事。这就是后来佛教放焰口仪式的由来。大家仔细去体会一下这个面燃恶鬼的形象。肚子那么大，代表什么？代表他的欲望非常大，什么都想要吃下去。可是喉咙像一根针，嘴里还吐着火，代表什么？代表他看得到食物，却根本吞不下去。就算勉强吞下去，也会被嘴里的火烧成灰烬。他永远都在吃，却永远都吃不饱，永远都在受那种饥饿难耐的折磨。这其实就是佛教对贪这个字最深刻、最传神的一种比喻。很多人听完这个故事，会拍拍胸口说：还好那是阴间的鬼，我们活人不会这样。各位朋友，你真的以为恶鬼只有农历7月才会从地府里放出来吗？你真的以为只有青面獠牙的才叫恶鬼吗？我告诉你一句实话，恶鬼不在阴间，恶鬼就活在我们人间，甚至就住在很多人的心里。我们来讲讲台湾社会现在很常见的一种现象，这在心理学上叫囤积症，但在我看来，这就是人间真实的面燃恶鬼。我们讲一个住在巷子口的蔡阿嬷，他其实不缺钱，儿子每个月给孝亲费，银行户头里存款满满。可是你走进蔡阿嬷的家，那简直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全部堆满了他从外面捡回来的纸箱、坏掉的雨伞，还有生锈的铁罐。连他睡觉的双人床，一大半都堆满了舍不得丢的旧衣服。儿子每次回来都气得大声说：这报纸都发霉了，整个房子都是臭味，拜托你丢掉好不好？蔡阿嬷一听，马上勃然大怒，指着儿子的鼻子骂他败家，说留着这些都是为了这个家好。儿子气得摔门就走，蔡阿嬷则是一边哭一边继续把烂木板往客厅里塞。大家看一看蔡阿嬷，她缺食物吗？她缺钱吗？她肚子吃得饱饱的，可是她的心呢？她的心就像那个肚子很大、喉咙很细的恶鬼一样，永远觉得自己还不够，还缺一点。她把家里塞满了那些根本用不到的杂物，其实塞的不是物品，而是她内心深处那种深深的恐惧跟贪念。她害怕失去，害怕缺乏，所以她只能不断地抓。就算把深爱她的儿女都气跑了，她还是停不下来。在风水学上，气要能流通，家里才能聚财聚福。你把家里堆满了发霉发臭的杂物，这叫死气、晦气。可是你帮他把垃圾清掉有用吗？没有用的，因为你清得掉他家里的垃圾，却清不掉他心里那只永远吃不饱的恶鬼。肚子饱了，心却是饿的，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哀。有些人不捡垃圾，但他囤积别的东西。有些人穿著名牌西装，银行里有几千万，可是他为了多赚10万块，可以去坑害自己的亲兄弟。
他每天晚上躺在名贵床垫上，算计着明天要怎么从别人身上再刮一层皮下来。你说这种人跟那个捡垃圾的蔡阿嬷有什么两样？他是不是另一种穿着西装的面然恶鬼？大师爷那双瞪得大大的眼睛，其实是直勾勾地盯着我们每一个活人的心。他是在用最严厉的法相当头棒喝地问我们：你今天摆了一桌子的大鱼大肉来普度好兄弟，那你呢？你心里那只贪心计较永远不知足的恶鬼，你普度了没有？防鬼容易防心难啊。农历7月大家都知道晚上不要乱跑，怕撞到鬼，可是大家却常常忘记要时时刻刻看好自己的心。你只要贪念一起，你这个人的磁场就变了，你的面相就变了，你周围的好运气瞬间就被这只恶鬼给吃光了。明白这个道理，你才算是真正看懂了普度。刚才我们讲了，大师爷是要提醒我们防备心里那只贪吃鬼。现在我们要更进一步来解码大师爷这尊神像身上藏着的最深奥、最能保命的身心风水。大家下次去普度法会仔细看，大师爷在下面凶神恶煞，可是最高的地方，也就是他的头顶上坐着一尊慈眉善目的观世音菩萨。这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你内心的阶级应该要怎么排列。我们凡夫俗子一定都有脾气，但是大师爷的神像就是在告诉你，你的脾气可以出现，你的愤怒可以出现，但是那个代表着良知，代表着慈悲的观世音菩萨必须永远坐在你心里最高的位置。我们来讲讲隔代教养。一个阿嬷带着正在读国小5年级的孙子，有一天阿嬷发现准备缴水电费的2000块钱被孙子偷拿去买游戏点数卡了。阿嬷气到全身发抖，直接抽出一条粗粗的藤条，大声呵斥孙子跪下，一边打一边严厉地骂，让他记住这个痛，以后再也不敢偷拿别人的东西。那个当下，阿嬷简直就像一尊发了火的鬼王大师爷一样，充满威猛相。可是到了半夜，孙子哭累睡着了，阿嬷拿着大家熟悉的小护士药膏，走到床边，一边轻轻地帮孙子擦药，一边眼泪就忍不住掉了下来。他心里比谁都痛啊！可是他知道，白天如果不狠狠地打那一顿，这孩子这辈子就毁了。白天那个拿着藤条破口大骂的阿嬷，就是大师爷的鬼王像；而半夜拿着药膏流着眼泪擦药的阿嬷，就是头顶上的那尊观世音菩萨。阿嬷发了脾气，但是指挥他去打孙子的不是仇恨，而是深不见底的爱与慈悲。骂人是为了教人，打人是为了救人，这就叫做观音压鬼王。这道理拿到职场上，拿到家庭里也是一样的。主管可以发脾气，但心里最高的位置必须是清明亮节的。骂人是为了让他进步，夫妻吵架可以吵，可是良知要管得住嘴巴，不能讲出撕裂感情的恶毒话语。你的脾气可以出现，可是慈悲要压得住它。你的贪念可以出现，但是良知要管得住它。当慈悲能压得住贪嗔痴，我们心中的那只恶鬼自然就会慢慢安静下来。这才是大师爷留给世人最深的一堂功课。刚过立秋，天气慢慢转凉，这阴阳交替的时节，就到了我们台湾人最重视的中元普渡。讲到大师爷，就绝对不能不提嘉义的民雄大师爷祭。庙方会斥资请老师傅纸扎出一尊高大威猛的大师爷神像。可是最让人惊讶的是祭典最后一天的晚上，
普渡圆满结束了，庙方会把这尊大士爷神像请到空地上，一把火直接烧了。很多人觉得可惜，这么灵验的神明怎么不留在庙里天天拜？如果你也这样想，那你就太不了解老祖宗在易经里讲的天道了。一场完整的宗教仪式，最重要的4个字就是有请有送。大士爷是任务型神明，任务圆满了。如果灰还继续留着，阴间的鬼魂也会继续留下来，阳间就不得安宁。所以大士爷必须走。这把火叫做火化升天，象征着功成身退。教我们的就是放下神明，懂得功成身退。可是我们凡夫俗子最惨的就是永远学不会退场。我们讲一个林妈妈，早年丧夫拉拔独生子长大，儿子结婚买房，林妈妈拿出所有老本付了头期款。可是林妈妈学不会退场，她自己留了一把钥匙，礼拜天早上7点就开门进来，在厨房里把锅碗瓢盆弄得震天响，甚至把媳妇买的微波食品全丢了。媳妇受不了抱怨，儿子鼓起勇气请妈妈以后来先打个电话。这句话一出来，林妈妈瞬间崩溃，坐在沙发上嚎啕大哭，骂儿子是不孝子。林妈妈付出了最深沉的爱，可是她要的是永远的控制权与无尽的回报。这在风水命理看来叫执念结煞。一个原本充满爱的家庭，因为这个不肯退场的执念，把好好的气场全给破坏了。你回头想想，大士爷悔付出了最大的庇护，然后选择了最彻底的消失。真正的爱是把路铺好，把人扶上马，送他一程，然后微笑着看他远去，而不是时时掐着他的脖子，逼他按照你的方向走。老天爷透过这把火在教导我们，人生最难的修行，是你该下台的时候，能不能转身转得漂亮。当懂得有请有送，学会了功成身退，你的心里没有怨气，磁场自然就干净了，好运气自然就会源源不绝地流向你。留给我们活人最宝贵的就是这一堂课。我们前面讲了大士爷的威猛与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也讲了外在的法器怎么帮我们挡煞。现在我们要把这个道理直接连接到大家每天都在过的日子里。农历7月一到，台湾的乡亲们最爱看什么？最爱看中元节禁忌。网络上、电视上每天都有人在讲，晚上衣服不要晾在外面啊，不要去海边玩水啊，晚上走路听到有人叫你名字，千万不要回头啊。很多人看这些禁忌，越看越害怕，整个农历7月过得神经过敏，稍微吹来一阵凉风，就觉得是不是撞鬼了。各位朋友，如果你现在还停留在害怕撞鬼的阶段，那你真的太小看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了。今天老师要带你们换一个视角，我们用大士爷的视角来重新解码这些所谓的农历7月禁忌。我们就拿最常听到的一个禁忌来说，晚上走在路上，如果有人从背后拍你的肩膀，千万不能回头，更不能乱拍别人的肩膀。为什么？很多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会跟你说因为会被鬼跟，这太肤浅了。在我们道家与风水命理的观念里，每个人身上都有3把火，头顶一把，左肩一把，右肩一把。这3把火就是你这个人先天的阳气，是你生命磁场的防护罩。你想想大士爷在普渡法会上是怎么做的？灰嘴里吐着火，浑身散发着威猛的阳刚之气，为的就是护住整个法会的磁场，不让那些带有恶意与怨气的阴灵作乱。大士爷是在做
大环境的护法，而你身上的这3把火，就是你自己小宇宙的护法。晚上阴气重，那些微弱的孤魂野鬼，回门本身是冷的，是没有能量的。回门如果想靠近你，第一件事就是要想办法把你身上的阳火给弄熄。当你因为害怕而猛然回头，或者别人突然从背后重重拍你一下，你受到惊吓的那一瞬间，你的气场会突然涣散，肩膀上的那把阳火就会瞬间微弱，甚至熄灭。火一灭，阴气就趁虚而入，这才是你会觉得头晕、生病，甚至开始走霉运的真正原因。所以大师爷教我们的防御机制是什么？不是叫你每天躲在棉被里发抖，而是要你行得正，坐得端，把身上的阳火烧得旺旺的。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几个近期运势可能比较低迷，或者是天生体质比较敏感的生肖。如果在今年农历7月，你是生肖属虎、猴、蛇、猪的朋友，你们今年的磁场正好处于变动期，气场容易出现破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容易卡阴、犯煞。那这几个生肖的朋友，或是你最近刚好工作不顺，压力很大，觉得自己运势很低的人，晚上出门如果觉得背脊发凉，或者是必须去医院、殡仪馆走暗巷的时候该怎么办？不要缩着身体，你越害怕，肩膀就越缩，你身上的火就越小。这时候请你立刻挺起胸膛，做一个深呼吸，然后在你的脑海里观想大师爷那张威猛的脸，想象大师爷嘴里吐出的那团烈火直接包围住你的全身，把你身上的晦气、阴气全部烧得干干净净。接着再观想大师爷头顶上的那尊观世音菩萨散发出柔和的白光，从你的头顶灌注下来，把你整个人罩住。这在修行上叫做借气化煞，外有大师爷的烈火金刚罩挡住阴邪，内有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净光稳定心神。当你心里有了这尊神明，你的眼神会变得坚定，你的步伐会变得稳健，你身上的那3把火就会熊熊燃烧。那些路边的孤魂野鬼看到你，躲都来不及了，哪里还敢来犯你？这才是破解农历7月禁忌最实用、最顶级的防御术。懂了怎么防御，我们还要在农历7月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转化。很多台湾乡亲一到农历7月，买好几车金纸，买贡品，都是抱着一种什么心态？花钱消灾，拜托你们拿了钱赶快走，不要来找我麻烦。这叫什么？这叫充满了恐惧与对立。各位朋友，农历7月在佛教里真正的名字叫孝月，也是报恩月与慈悲月。这个月地府的门大开，放出来的不只是你不认识的孤魂野鬼，还有你累世的父母师长，甚至是你过去生中得罪过的冤亲债主。如果你的心里只有恐惧，只怕撞鬼，那你就算烧了好几车金纸，你也只是在跟鬼做交易，你的磁场依然是负面的，充满担忧的。真正的修行人懂得把农历7月当作是一把业力清算的保护伞，把恐惧转化为接引大福报的契机。怎么做？第一步叫做心念转向。当你走在路上，或者在普度法会上，心里觉得毛毛的时候，不要念走开走开，要在心里至诚恳切地默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或者是南无大士爷。你念这句佛号，
不是拿佛号当作武器去砍杀那些鬼魂，而是要用菩萨的慈悲去超度他们。要在心里对着那些无形的众生说，我知道你们很苦，我知道你们在恶鬼道受尽折磨，我今天念诵菩萨的圣号，把这份清净的功德回向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离苦得乐，早日超生。当你的心念从自私的恐惧转变为利他的救拔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就会发生。你原本那些因为业力牵引而来找你讨债的冤亲债主，感受到你这股真心诚意的慈悲光芒，灰门的怨气瞬间就化解了，仇人变成了恩人，主力变成了助力，这不就是最大的改运吗？第二步是要明白布施的真谛。我们普渡拜拜，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食物，可是你拜完之后，那些食物还是你在吃鬼神只是吸食了其中的气味。那么普渡真正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普渡其实是在教我们练习分享于施予，是要借着这个仪式来消除我们内心深处那种极度自私的匮乏感。当你愿意花钱花时间去为那些完全不认识甚至看不见的孤魂野鬼准备一顿丰盛的筵席时，你就是在告诉宇宙，告诉老天爷，我是一个富足的人，我有能力给予，我愿意把我的所有分享给受苦的众生。当你把心里的这份匮乏感消除了，你就不会再像前面故事里那个捡垃圾的蔡阿嬷一样，死死抓着发霉的执着不放。你的心量打开了，财富、贵人、好姻缘自然就会像流水一样顺理成章地流进你的生命里。所以老师要在这里送给大家一句非常关键的金句开示，请大家务必要记在心里，甚至把它写下来，贴在你家里的冰箱上、办公桌上。心中若有菩萨，处处皆是净土；心中若有鬼魅，平地一起风波。这16个字把风水命理的最高境界讲得透透彻彻。你心里装着贪嗔痴，装着恐惧跟算计，那你就算住在皇宫里，就算身边都是好人，你也觉得所有人都要害你，你的世界就是一个充满鬼魅的地狱，平地都会卷起狂风巨浪，灾祸不断。但是如果你能像大师爷一样，外表无论遇到多么险恶的环境，多么难搞的烂事，你的头顶上始终端坐着一尊慈悲清净的观世音菩萨，你心里有爱，有包容，有对生命的敬畏与利他之心，那么就算你今天走在农历7月最黑的暗巷里，就算你身处在最竞争、最无情的职场中，你的脚下依然步步生莲，你所到之处全部都是充满祥和与福报的清净佛土。这就是大士爷与观世音菩萨在这个农历7月要赐给我们活人最无价的一份保命护身符。前面我们讲了这么多道理，很多人一定想问，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气场就是会被外在的烂人烂事干扰，该怎么办？内在的修心叫内功，外在的防护叫法器，内外兼修，气场才能真正稳住。比如佛教里非常殊胜的龙宫舍利金刚杵，它最大的功效就是挡煞除秽，像是一个移动的护身符。它的原理是强者不侵，善者自来。当正能量被法器稳住，烂桃花小人自动就会弹开。又或者是招财瑞寿貔貅，带在身上是在随时提醒你转念。
当你遇到倒霉事，摸一摸手上的法器，深呼吸，让头顶上的观世音菩萨出来做主。外有法器挡煞，内有慈悲化解脾气，内外合一，你的运势怎么可能不旺？你的财门怎么可能不开？好了，今天这集影片讲得非常长，这是一场心灵普渡法会。老师帮大家做个最贴心、最完整的重点回顾。第一，普渡法会不是请客吃饭，没有规矩的慈悲会变成灾难。第二，真正的慈悲不等于软弱。第三，恶鬼不在阴间，在人间，心里的贪念就是面燃恶鬼。第四，人的脾气可以有，但观世音菩萨必须永远坐在最高的位置，压住阵脚。第五，大士爷最后的火化教我们的是有请有送与公，诚身退。各位乡亲，今天讲了这么多的命理跟风水，我要在最后掏心掏肺的送给大家一句话：求神拜佛看风水。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风水其实就是你的人心。风水摆得再好，如果心是臭的，老天爷给的福气也会漏光。大士爷甘愿变成恐怖的鬼王，去让孤魂野鬼吃饱，这就叫做利他。利他才是宇宙间最强大的改运法门。当你愿意在别人落魄的时候拉他一把，当你愿意留下一句温暖的话去鼓励陌生人，你的磁场就跟观世音菩萨连上线。这才是普渡真正的精神，渡鬼渡人，最终渡的是我们自己的这颗心。如果你今天听完这期影片，觉得这份正能量对你有帮助，我恳请你现在就做一件利他的小事，请你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留下一句善言，或者写下一句为家人、为朋友、为天下苍生祈福的话语。当万千善念汇聚，这里就会形成强大的正向磁场，最终化作无形的福气，加倍的回到你自己跟家人的身上。我们一直希望把地藏王菩萨与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开示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为了让这份善念能够跨越语言的障碍，我们的影片也特别制作了中英双语字幕。如果您身边有外国朋友，或者习惯看英文的年轻一辈，非常欢迎您开启双语字幕，把这老祖宗的智慧跟他们一起分享。最后，如果您认同我们的发心，恳请您顺手点击一下订阅按钮，加入我们的频道，或者使用超级感谢来护持我们。您这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动作，就是我们持续传播善法、制作优质影片的巨大动力。未来我们也会将这些开示整理成实体书，利益更多众生。祝福大家心中有观音，步步皆光明。我们下次见。